大家好，我是竹君律师。台语剧《无罪推定》正在热播当中，它讲述了一个台湾知名的冤狱案件——许志强先生的故事。我真的每一集都在哭，它真的非常好看，我大推。那除了希望借由自己的小小的力量，就是推广这个好剧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听听许志强先生的故事，永远不要忘记无罪推定的重要性。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许志强的重生。在我们讲到许志强冤狱这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先聊一下他的背景事件嘛，就是黄春树命案。那因为这宗命案涉及冤狱啊，所以多个版本事实它难免有一些出入。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事实，主要是取自于台湾高等法院88年庚午审判决记载的案件事实。那他的故事是这样，就是被告黄春琪应该算是这个案件的主谋。他在民国84年的时候呢，因为欠赌债的关系，他被黑道分子逼债。那他为了赌债焦头烂额之际呢，正好他哥哥黄明权计划去泰国经商，所以刚好也有资金的需求。那依黄春琪的故事版本，他是说徐志强跟陈义龙就是另外2个被告，他们是经营赌博电玩的合伙人。那因为赌博电玩也有资金的需求，所以大家4个人通通缺钱，他们就把歪脑筋动到了黄春树身上。黄春树是黄春琪哥哥黄明权在当土地中介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建商2代。那因为他们都姓黄嘛，所以以下我们对被害人的部分，我们先称他做黄姓建商就好。那根据起诉书记载的内容呢，黄春琪、黄明权、徐志强跟陈义龙4个人，他们先是在桃园龟山徐志强的租屋的地方去讨论要绑架这个黄姓建商的细节。那因为黄姓建商是认识他们4个人的，于是他们一开始就决定说，绑到的那一刻，我们就要把他杀掉。杀掉后，我们再去跟家属要赎金，因为这样才不会容易被知道我们是谁。后来4个人还一起去做场勘，去确定说黄姓建商现在住的地方啊，他的公司在哪，他的作息习惯等等的。在此期间，他们还有跑到汐止的山区去勘察，发现了一个距离黄姓建商住处只有半小时的产业道路。那个产业道路很狭窄，只能通过1辆车。那路的尽头有一块空地，空地可以停车。可是空地之后呢，那个杂草是比人还高的状况。穿过那群杂草之后呢，就有一个山洼。那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就很隐蔽，也基本上也不会有人来，所以他们就选择说，好，那我们要在这边行凶跟弃尸。然后在那个山洼的地方挖了一个深66公分、长146公分的坑洞，应该就是预计要埋尸用的。这些是检察官的说法，就是他说黄春琪的笔录是这个样子。等到他们计划好这一切之后呢，时间就来到了84年的8月27号晚上。黄春琪先是偷了1辆小客车，那在8月29日的时候清晨，他们4个人就从徐志强的租屋处一起到黄姓建商家去等待。可是他们扑空了，因为发现黄姓建商早就去上班了，所以他们那次是没有等到的。8月30跟8月31呢，他们都有去黄姓建商家的门口去蹲点，但因为路人太多，所以他们都没有成功绑走黄姓建商。一直到9月1日早上5点多，他们这一次是开着被告陈义龙自己的小客车到了黄姓建商家附近，然后他们先把黄姓建商的车子的车轮给刺破了，就要让他没有办法开车嘛。8点40分左右呢，黄姓建商就从家里出门要开车去上班了。这个时候他也发现他车胎破了，所以他就去拿备胎。他拿备胎的时候呢，这4名被告就一起涌上来。那黄春琪就拿刀架着那个黄姓建商，陈义龙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然后徐志强则是在旁边扮演一个推拉的角色，就是帮忙把这个人架上车。那架上车之后呢，陈义龙还拿胶带啊，把黄姓建商的脸啊、眼部、口鼻、双手双脚都缠起来。可是这个时候，其实黄姓建商已经认出黄明权了，所以他有跟黄明权说啊，那就是你放过我啊，我带你们去那个领款啊，我给你200万，你不要杀我之类的。但被告他们没有理他啦，所以他们就还是照计划把他载到了山区，然后用刀子割破了他的喉咙。当天早上11点多，黄姓建商就身亡了。毁尸灭迹的方式呢，他们的说法是说，黄春琪跟陈义龙把尸体丢到坑洞内，那由预先买好的硫酸泼到了这个尸体上面，之后再把它掩埋起来。埋完尸之后，
他们下午就又回到徐自强的租屋处去讨论说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联络那个黄信介商的爸爸，然后要怎么去跟他约定这个赎金。他们后来讨论是说他们要7000万。9月2号的清晨呢，他们就打电话给那个黄信介商的爸爸黄建云，就要求说我们要7000万的赎金。那黄家非常聪明哦，他们其实第一时间就立刻报警了。一直到9月18号，他们约定好第一次交付赎金。可是9月2号到9月18号之前，因为这个黄爸爸从来没有听到儿子的声音，所以老实说他不敢把赎金交出去。所以9月18号他们是没有取赎成功的。当天晚上呢，被告们就再打电话到黄家，然后就可能跟他们发生了一些争执，就要求要提高赎金，然后并且要改由黄信介商的太太来交付赎款。9月25号是他们约定第2次交付赎金的时间，他们交付的地点是在桃园火车站。那因为当天就是已经警方埋伏好了嘛，所以在9月25号晚上10点半左右呢，在桃园的内坜火车站附近，他们就逮捕了黄春琪。9月28号，在黄春琪的指引之下，警方就寻获了黄信介商的尸体，也通缉了另外2名在逃的共犯陈义龙跟徐自强。这个是黄春琪告诉警方说这2名是共犯的。那陈义龙在同年的10月22日，在云林的一个海钓场被捕了。黄明权呢，就是那个黄春琪的哥哥，则是他早早就离开台湾，在泰国。可是这个人可能结怨很深啊，他在泰国的巴达雅被仇家杀害死亡。85年5月16日，陈义龙跟黄春琪先落网的，已经被一审判决死刑了。徐自强则是在85年6月24日自行到案的，他是去投案的。听起来徐自强好像就是共犯之一嘛，他们是预谋的。可是这个案件为什么会被推翻呢？就是因为他的疑点实在太多了。我们先挑其中的3个疑点来说就好了。你们觉得徐自强的犯罪证据会少吗？可以证明徐自强有犯罪的客观证据会少吗？应该不会。但这个案子可以说是一个证据也没有，一个客观证据也没有。第一个疑点就是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徐自强是共犯。犯罪期间，徐自强跟其他共犯是完全没有通联记录的，应该说检警拿不出来啦。检警说有，可是不见了。那包括被害人的车辆、犯案时的对讲机，通通都遗失。当时这个绑架案其实是有一个专案叫901专案的，这个901专案所有的文件都凭空消失了。他们说是因为纳莉台风的缘故。那加上被害人的家属不是很早就报警了嘛，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每次犯案人打电话来跟被害人家属就是协商那个赎金，然后跟交付地点的时候，都是有被警方录音的。可是这些录音没有任何一通有徐自强的声音。那你可能会问说，那为什么这样子还可以牵扯到徐自强？这个案件能够证明徐自强犯罪的，只有一个东西，是共同被告的证词，就是黄春琪跟陈义龙的证词。所以这就有第2个疑点了。第2个疑点是共同被告的证词其实是反复的，以及他们曾经遭到刑求逼供。黄春琪曾经在84年9月27号的时候跟检察官说，警方在问他话的时候有刑求他，他说包括把他吊起来灌水啊，用不知名的物品夹他的手指等等的。那检察官也有要求看守所说，那黄春琪既然这样讲了，你们要对他做身体检查。身体检查确实是有伤痕的，加上陈义龙在法庭审判的时候，他有曾经告诉法官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笔录内容，他都是后来才知道这些内容的。有一些笔录甚至是警方要求他背诵黄春琪的说法，然后再讲一次。警方有警告过他，如果不配合，就要把他借提出去。那可能就意思就是说把他借提出去打的意思。可是做笔录的时候，不都会录音吗？对。会录音，可是都消失了。那一些过程录音都消失了。就警方有说嘛，纳莉台风把901的专案的那些文件过程全部都不见了，所以一个他们都拿不出来。那如果是刑求而来的证词，它本来就是没有证据能力的，更何况这些证词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漏洞，就是他们是反反复复，而且漏洞百出的。首先，依照黄春琪说的犯案过程，徐自强感觉是全程参与的嘛。可是陈义龙却说，在绑架黄信介商后，徐自强是没有跟大家一起上山去杀人跟埋尸的。他是回到大直，就是黄信介商的住家前面，去把黄信介商车上的指纹擦掉的。
可是，在某一次侦讯的时候，黄春琪又突然改口说，他忘记徐志强有没有一起上山，有没有一起杀人了。再后来，他又说，哦，对，陈一龙说的对，他们没有一起去山上，但徐志强为什么没有去山上，不知道。所以他们的说辞其实是一直反反复复的，包括他们涉案的车辆、杀人的方法和杀人勒赎的这个过程中，两个被告证词其实都会有一些出入，而且他们自白，他们毁尸灭迹的方法啊，也跟法医的报告是有出入的。那陈义龙甚至在案件来到更五审的时候，写了一个自白书说，他为什么要牵扯徐志强，是因为他记恨徐志强跟他催债，加上他觉得牵扯徐志强，他可以比较慢被执行，可以拖延诉讼就对了。如果大家觉得没有理由不用去牵扯一个无关的人，那应该他们也没有理由要去前后翻供啊。如果他们真的就是认定这个人就是跟我一起做的，那为什么他们一下子说那样，然后一下子又说他没有做？大家应该有看过那个 FBI 的那种犯罪影集啊，应该都会知道，就是在调查犯罪的时候，检察官跟警察最常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某年某月的晚上你人在哪里，就是有没有不在场证明这件事。这就是本案的最大一个疑点，徐志强是有不在场证明的。案件发生的日期，我觉得对徐志强来说是一个相对幸运的日期。它是发生在9月1号，刚好是小学开学日。徐志强的独子那一天是小学1年级。那依照黄春琪的说法他们是早上8点40分的时候，在黄姓建商北安路，就是大直那边住家附近绑架了黄姓建商，才前往汐止的山区去杀人埋尸。那法医鉴定的死亡时间差不多是11点，中午11点。但是当天早上10点47分是有监视录影器拍到徐志强在桃园龟山区帮妈妈领钱。就是如果你现在打开 Google Map 去查汐止到桃园龟山，在非尖峰时期其实也差不多要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你8点40分要先从北安路绑架一个人，然后到汐止山区，然后再回到龟山。10点47分，你觉得有可能出现在龟山吗？那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陈一龙说，徐志强没有，徐志强没有上去，徐志强留在那边擦那个指纹，然后他有可能就自己回到龟山了。他不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吗？可是陈一龙这个说法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出现在徐志强的律师把徐志强在邮局提款的这个监视录影器画面调出来后，陈一龙才改口说徐志强没有上山的。而且徐志强的不在场证明还不止这一个依照他们的口供，他们杀完人之后，下午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其实是回徐志强租屋处去讨论说，我们接下来要打电话给谁啊？要怎么去约定这些赎金啊等等的嘛。但是当天的中午，徐志强的妈妈开了一个美容院，那美容院里面有一个学徒，这个学徒是有出来作证说，他中午是跟徐志强在美容院一起用餐的。而且当天下午2点左右，徐志强把自己的车牵到了汽车修理厂去做修理，有修车厂的老板可以帮他做证明。那因为车子需要放在修理厂，那徐志强有答应他儿子要带他去动物园，所以呢，当天下午3点40分左右，徐志强去桃园市区的租车公司去租了一台车，也有当天的租车单可以去证明这件事。所以徐志强当天的行踪几乎是可以完整交代的，可是法院却前面完全不认同这件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们有办法想得出你们昨天下午在做什么吗？以及你们昨天下午做的这些事有没有办法有人或有物证帮你证明你昨天下午确实在某个地方做了某些事吗？可能我们连昨天这件事都证明不出来，但徐志强那一天有这么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可是法院完全不采，法院判了他死刑，而且还不是一次，法院是判了他8次死刑，一直到更7审跟8审，他被改判无期。无期的意思就是他依然有罪，但是只是没有判他死刑，一直到更9审改判了无罪。4件事情，第一，陈义龙的证词他是被拒绝采用了。因为法院认为陈一龙证词前后不一、反复，而且跟客观事实都对不起来。这一些瑕疵呢，它不像是一个人只是因为观察角度不同，或者是记忆力、表达能力不好而出现的瑕疵，它比较像是刻意要伪造一些证据所出现的瑕疵。
那就算给你当成是证据来用好了，他跟徐自强是共同被告，共同被告的证词本来就必须要有补强证据，可是本案没有足够的补强证据，所以陈一龙证词被驳掉了。那法院也认同了邮局的那个不在场证明。前审的法院一直觉得说，北安路开到那个桃园龟山，最多只要1个小时，就算塞车你也只要1个小时，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回来。但法院认为说，检察官他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说徐自强是开车回去的，因为我们刚前面有提到，依照共同被告的证词，4个人是一起坐陈一龙的车过去的，你没有交代徐自强是怎么样有另外一辆车可以开回去的。另外，你没有去计算说徐自强到底在哪里下车，以及他擦拭指纹难道不用时间吗？所以他们认为说不太可能在10点47分他出现在桃园龟山。第3点，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说徐自强有租车嘛？这台被租来的车呢，在9月25号的时候，他有被共犯开去领赎金。因为当时徐自强是说陈一龙就跟他借车，那借车之后他们开去领赎金。一般常情来说，你觉得会有一个人笨到用自己的名义去租车之后拿这台车去犯罪吗？加上这一起犯罪啊，其实你从头到尾，你看他们是会先去预谋，先去场勘，然后去计划，去想到说，因为被害人认识我，所以如果我抓他，他很有可能第一时间就知道我，所以我必须把他先杀掉。他会做这些事前规划的话，他没有道理用自己的名字去租车，然后去领取赎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检察官所称的所有客观证据，通通都消失啦。那你要法院怎么相信你呢？所以跟9审的时候，法院就认为说，检察官的举证是不足以让法院确信说徐自强有杀人的，因此改判徐自强无罪。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有罪这件事情应该要由检察官来证明，而不是要求被告自己去证明自己无罪。所以跟9审就宣判徐自强无罪。但那一天很巧，刚好是104年9月1号。徐自强的案件历经20年，但他就被关押了16年之久。他在被确定定谳之前，他是一直被羁押的。他后来是因为速审法才可以先出来。因为这一天篇幅的关系，其实有很多法律问题我们是来不及一一介绍的啦，包括徐自强案还涉及到4至582号啊，还有我们刚刚说的速审法等等的内容，我们今天可能都没有办法深入做介绍。我觉得今天的影片是要让大家去思考无罪推定的重要性，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其实冤狱这件事离我们并不远。可能大家会觉得台湾好像很民主、很法治，怎么可能会有冤狱？但徐自强只是众多冤狱案件里面的一件，举得出名字的就还包括苏建和跟江国庆，这个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可能大家会觉得司改会跟废死联盟很烦，整天在阻止死刑。可是如果今天没有他们这样子努力了20年，徐自强很有可能早就不在了耶。因为你看他们84年被捕，他们85年的10月就被判死刑了。那到时候谁应该要为徐自强的死来负责？黄姓建商是被黄春琪跟陈一龙杀死的。那如果徐自强死了，他会是被谁杀死的？今天影片就到这里。那关于徐自强案件，如果有更多想要问的或想要讨论、想要听我们介绍的，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是朱军律师，我们下次再见。